3月17号，俄罗斯结束了新一届总统大选的投票，选民们在3个投票日决定了谁将担任未来6年的总统。虽然结果将在3月28号前才会被正式确认，但根据最新公布的计票数据显示，现年71岁的现任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已成功连任，将开启他的第5个总统任期。即使结果悬念不大，但并不妨碍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选举。不仅因为这是2020年俄罗斯通过宪法修正案后的首次总统大选，更因为这是俄罗斯首次战时选举。2022年，普京签署了乌东4地入俄联邦法律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这4个被俄罗斯称为新地区的地方，也首次进行了大选投票。俄罗斯大选投票已经完成，想请教一下李女士，这么多年来，普京为什么能够一直维持比较高的支持率？到今天为止，普京执政大概20年哈，他首先在这个政绩上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说，他刚执政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国内经济呢深陷危机，内部的政治情况呢非常的混乱，还有党派林立啊等等吧，包括他的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这个位置也几乎被沦为2流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过普京的整治，国家得到很大的发展。在后来普京的第3、第4个任期开始，实际上他开始寻求一种对于俄罗斯来说同样也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的这个复兴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说要重新的拿回他这个大国地位。应该说，这在俄罗斯的老百姓心目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我想啊，其实普京首先是经济上啊，那么让俄罗斯重新的恢复起来。政治上让俄罗斯重新的回归到稳定啊，那么在战略上重新的来回到大国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普京支持率的一个基础。总的来说，战场局势是战争开始以来啊，这个2022年2月4号开始以来啊，相对来说对俄罗斯最有利的，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背景。如果战场形势不行，那么我很怀疑，俄罗斯公众对普京支持率会这么高。俄乌冲突啊，已经2年有余了。目前来看呢，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啊，还算是不错。这大概也是普京拥有民意支持的一个基础。那么，面对西方的空前制裁，能否说俄罗斯已经顶住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陈先生，我觉得确实，俄乌冲突应该说2年多的时间，俄罗斯的现在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出乎很多人，特别是很多西方学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料。那么这个跟俄罗斯它首先自身的经济结构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俄罗斯是资源比较丰富，而且呢相对来说整个经济比较内向型啊，跟国际整个大循环的这样的连接实际上是相对比较弱的。如果说从长远的发展来看，应该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隐忧啊，特别是它这个经济啊，应该说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大量的投资以及投资到这个国防工业啊带动的其他产业的这样一个发展，这种模式是不是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啊？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隐忧。另外一个呢，就是俄罗斯的高新科技的发展方面，应该说受到西方的制裁还是比较严重。未来它这个科技怎么发展，我觉得可能也存在着一个问题。然后呢，实际上它最近几个月的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的过热的迹象啊，包括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这样的问题。我想这些恐怕都是普京未来要去努力解决的这样一些难题。从国家发展方向来看呢？从它传统的方向来讲，无外乎就是向东和向南了。您怎么看俄罗斯下一步会怎么样来调整它国家发展的方向？这个调整会具体有哪些的措施？总体来看，我觉得这个向东看、向南看是未来俄罗斯，就是尤其是普京总统，胜选以后，他的外交政策的最优先方向，来对冲美欧对他的打压。在政治方面呢，俄罗斯肯定会要经营他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影响力，加大同这个东方和南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关键国家的像中国啊、印度啊这样的一个政治友好和互信的关系。几个月以来，美国各大频道每天都会报道几小时关于俄罗斯大选的新闻。俄外交部对此甚至讽刺说，美国对俄大选的关注度就好像是在选本国总统。近日，俄罗斯对外情报局指控美国正试图密谋干预其总统选举。
指出美国政府正指派一些非政府组织执行特定任务，意图通过这些行动来干预并可能降低投票参与率。对此，有声音认为，美国撼动不了普京的支持率，只能想方设法降低投票率。但这对于普京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俄国家杜马外国干涉俄罗斯内政事实调查委员会主席皮斯卡廖夫也对媒体公开表示，西方企图影响选举进程是今年俄总统选举的主要特点之一。不过他见怪不怪，因为俄罗斯现行法律对于保障高级别选举和反击外来干预已经足够。除了就选举直接过招，近段时间拜登与普京也频繁隔空交锋，持续引发全球媒体对这世界最高级别斗嘴投下关注的目光。那么现在能不能说，在拜登任期之内，美俄关系已经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了？陈先生。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啊。首先呢，至少在拜登这个任期之内，这个俄乌冲突啊，显然是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这个解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啊，就没有办法谈任何关系的转圜，应该说是一点余地都没有。至于说如果拜登还有下一个任期，能不能解决这个俄乌冲突，现在也尚未可知。第二个呢，我觉得其实在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啊，它是有一种非常固化的安全的矛盾，这种矛盾。从冷战到冷战结束一直都存在，而且应该说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这种矛盾啊进一步的加剧，包括北约现在是北扩芬兰和瑞典，应该说现在在整个欧洲安全问题上，俄罗斯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激烈对抗的态势，而且这中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缓冲地带了。我认为这种对抗的态势，短期内恐怕只会加剧，而没有办法得到缓解。第三个啊，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这个领导人，包括政治精英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的这个互信，这种互信甚至比冷战时期的大多数时间还要低。我原来一直以为啊，美国援助乌克兰的那大约600亿美元，美国国会早晚是会批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是3月中旬了。那么卡在美国国会的这600亿美元，到底还有戏没戏？迟迟不批这个钱，又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影响？600亿美元究竟能不能批下来？哈，这个也确实是现在还是很难说的。看看是谁来入主白宫。对于乌克兰来讲，我们首先乌克兰，它呢是。没有这样的军事援助是一天都打不下去的，所以他在战场上是急需的炮弹和弹药，需要这个军事援助。而且我们也看到，从开战以来，美国是对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援助一方，俄罗斯倒是乐见他这个600亿美元不批下来。俄罗斯自己本身呢，已经24小时在这个开足了这个军工综合体，在生产弹药和炮弹。那么对于欧盟来讲呢，我觉得不批下来这个600亿美元呢，他们多多少少的就是对美国究竟在这个俄乌军冲突中的立场的变化，他们会产生一些疑问。所以呢，如果时间不断的拖下去，对乌克兰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陈先生怎么看？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分情况来看啊。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呢，确实乌克兰还是比较艰难。它在整个国家的体量啊，包括人口的规模、军工、经济等等规模方面呢，显然跟俄罗斯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确实打了2年多的时间，比乌克兰更能耗啊。那如果说是西方的军事援助，包括财政援助，那么继续的来保持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个限度啊，特别是美国如果迟迟无法通过援乌的法案的话呢，我想对乌克兰来说形势确实是有可能越来越艰难的。但是如果说美西方特别是美国能够更加坚定的来支持乌克兰援助乌克兰，包括欧洲国家来援助乌克兰的话呢，我觉得也不能说拖下去就对乌克兰非常不利，尤其是现在很明显的是欧洲国家在努力的增加自己的援助乌克兰的能力，包括说捷克总统牵头，从这个欧洲其他国家得到一些捐款，那么来在欧洲以外购买了80万枚这个炮弹，也是够乌克兰打一阵的包括说其实现在也有一些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在努力的提高自身的这个军工的产能，能够尽可能来接近俄罗斯。如果说西方国家那么
能够给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援助，并且提升自己军工产能的话呢，我觉得也不能很绝对的说拖下去就对乌克兰不利。刚才我们讨论了俄美关系，现在呢，我们来讨论一下俄欧关系。最近呢，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了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的可能，在受到批评和反驳的同时，也得到了一些支持和响应。如何看待马克龙的这番言论？欧洲国家会正式出兵乌克兰吗？石先生，欧洲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正式出兵乌克兰。至于马克龙为什么要这样提出，一个是为了同德国争取影响力，法国国内也不太稳，马克龙有的时候需要说一些话，去这个吸引国内的注意，但总的来说，他说这个话，与其说内心有军事准备，不如说政治盘算占的分量很大。出兵论，它这个在这个时候抛出来哈，我觉得，也是与欧军冲突战场上的变化有关系的。那么战场上呢，进一步的这个争夺很激烈，乌克兰呢进一步的需要这个美西方的对它的军事援助。还有一点，我觉得抛出来呢，也是与欧洲自己的战略考量有关系。比如说，欧洲他会想到这个应该更进一步的表明，在乌克兰最难的时候对乌克兰的全力的支持，所以就提出来我不惜派兵这样的一个说法。同时呢，还可以表明欧洲呢对俄罗斯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知道在这场这个冲突过程当中呢，一直都是俄罗斯在放出一些狠话用核威慑来进行这个阻止美国或者是北约其他国家的派兵下场。那么我想马克龙他发出这样的这个呼吁呢，也是有对俄罗斯发出一些威慑。欧洲已经表示对美国这个继续支持乌克兰表示一种怀疑或者是动摇，所以他要提出来自己的这种战略自主，强调自己对于这个欧洲大陆安全的这种积极防御的这个目标和手段。对于俄乌冲突啊，现在还没有开始谈判，但是呢，多方也在谈论谈判，多方也付出了调解的努力。那么在今年内，双方有可能谈起来吗？陈先生，我觉得今年内进行实质性的和谈的可能性还是不大的。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这个仗还没打透啊，谁都说服不了谁。俄罗斯呢，虽然最近一段时间在战场上应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它推进的速度也在放缓。如果从战线的角度来讲，其实现在的战线和去年底，甚至和前年年底2022年年底的战线都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变化。那么各方也都还有战斗的这个意志，包括俄罗斯肯定会继续往前推，乌克兰呢也会继续的来组织防御啊，甚至说在乌克兰的角度来讲，他还试图在下半年反击。那么从美西方的角度来讲，应该说欧洲在加强自身援乌的能力，包括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现在两党之间也在试图来达成某种妥协。所以我觉得今年呢应该还会再打下去。至于说未来会不会有谈判，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还是看战场的局势。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大选的结果。俄罗斯的大选呢已经基本完成，而俄乌冲突呢也已经进入了第3个年头。这场冲突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实现和平呢？我从目前的战场局势来看呢，达到这个最后解决这个问题，我想还是要通过谈判来解决的。我想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要落实于和平协议。如果你要有一个能够称得上真正的和平，也就比较持久的和平的话，那很遗憾，从古到今历史一般都是战争一方取得了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胜利，不是完全胜利，但是无疑的决定性胜利。那么如果这个不实现，而出现了所谓和平协议，那么这个和平协议就非常可能变成一个比较短暂的，甚至可能昙花一现。那么也因此，我们才在这里讨论这个仍然是沉甸甸的关于俄乌军事冲突的问题。我觉得实现和平可能是也在2种情况下，一种情况呢就是战场上分出了明显的胜负，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长期的消耗，使得其中的某一方国内无法再承受，包括说或者说出现了一个政治上的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
出现一种和平谈判，甚至说取得一个某种停战。但是呢，就像刚刚石老师说的，这种和平是不是持久的和平，是要打上问号的。所以我觉得俄乌冲突啊，如果要有持久的和平，特别是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恐怕还是要充分考虑各方的合理的关切，形成一种更加综合的、全面的解决方案。